各位新电脑啊，3、2、1，Go！ 哦，大家好，我是9man，欢迎收看今天的9man开箱去。今天的这个主题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桌上满满的彩盒，没有错，过新年就是要来组新电脑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我组了一台很厉害的水冷哦，然后今年呢，我想说啊，我也要再来换一下这个新电脑，因为每年都会想换嘛，因为你知道，作为一个宅宅，看到新产品就会想买，尤其是这个去年 Intel 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这个社群大使，然后我想说不行啊，那我担任社群大使，我自己服役的主机应该要用 Intel 平台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自己花钱去买了这一颗9900K i9，不得了，这个也是蛮贵的。但是桌上的其他呢，我要非常感谢，都是各大厂商好朋友赞助我的。但是虽然是赞助的，我要跟大家讲哦，这些厂商就是说实在话，我如果今天自己要花钱组电脑的话，零组件我也都会挑这些牌子，所以待会细节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啊。让我们这一次呢，目标一样是要来组一台水冷，而且是完全不一样视觉的水冷哦，所以我们一样邀请到小叶老师，有请耶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叶老师，这个听说你这次为了我们新电脑弄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哦，对，而且我老实跟大家讲啊，因为我们煮水冷嘛，所以其实你已经煮完过，只是为了要拍片给大家。对啊，我都晚上还没睡觉，还在拆这台电脑就他为了要测，我们要拍片，然后已经煮完了，然后测完之后，因为什么水冷头啊，什么水冷接头啊，你都要先测嘛，拆掉。所以我们现场就请小叶开始装，然后边装我边跟大家聊说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什么样子规格的新电脑。前面有提到，这一次新电脑采用的 CPU 是 Intel Core i9-9900K， 这一次 i9 的包装大改版采用蓝色的透明多边形设计。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呢，还差点不知道怎么把它打开来啊，非常的有存在感。而 9900K 的规格呢，是来到了非常豪华的8核心，16线程支援超执行序，并且官方给的最高 Turbo 时脉直接来到了5G 啊！目前 9900K 的零售价大概是台币15000，而这一代 i9 的核心数跟效能虽然都有感提升，但是发热量也很可怕。基本上呢，要上到这颗 U， 从机壳、电工到散热都不能敷衍了事，所以我觉得啦，9900K CPU 本身的零售价其实不到天价，但是要把它的效能完全的榨干发挥出来，那个系统一定是不便宜的。而这一次的显示卡是比 CPU 还要贵2倍以上的 NVIDIA RTX 2080 Ti Founder Edition， 也就是俗称的公版啦。目前台湾官方是买不到公版的，所以参考价格呢，我们大概就是抓隔壁其他家2080 Ti 42000块到45000块。显卡卖到4万多块，到底有没有性价比这个问题，其实之前的测试影片我就有聊到。但不得不说呢，截至今年的1月份啊 ，RTX 2080 Ti 的效能的确还是有它嚣张的本钱。所以真的很有钱的话呢，还是直上这张显卡吧。或者你可以上2张哈。由于这一次要采用水冷系统啊，所以 RTX 的招牌瓦斯炉散热模组就被我们拆开来，并且装上了 Beats Power 的冷头。冷头本身就自带 RGB 灯条，并且镀铬，镜面质感把水稻衬托的十分有科技感。主机板的部分，华硕这一次直接赞助了一张 ROG M11E， 注意这个 E 就是极限 Extreme 的那个 E 啊，真的是吓到我。因为老实讲啊，如果自己买，我也会买 ROG 的板子，但可能不会买到这么高阶，因为这个板子大部分它这个供电能力是拿来超频啊，或是做一些很重度的使用啊。那这一张主机板呢，要价台币2万块。要知道 M11E 呢，可以说是 Z390 系列主机板的板皇之一啊，功能跟用料都极其的奢华，供电能力是非常的令我安心啊。主机板本身自带的盔甲造型散热片跟败家之眼也十分的高调，而 M11E 最吸引我的点在于其 BIOS 系统会自动侦测 CPU 体质，并且对比大数据来进行 AI 超频优化。这样子功能对于那些有预算买 K 系列 CPU 但平时懒得手动超频的人来说，非常的好用。
而在机体的部分，我们这一次拿到了知奇赞助的皇家级 DDR4 4通道媒体版。目前这个频率在市面上只有贩售双通道的版本，可以提早拿到4通道，真的是很爽啊！这一代皇家级在外观上设计除了拥有 RGB 的灯条外呢，导光条造型也改成了透钻设计，真的是超浮夸的啊！其亮面晶的散热片，就算让它关掉 RGB 也够高调。由于这一次我们不打算走极限超频的路线，所以频率只有选到3200MHz。为了提升整体系统的速度，在系统碟 SSD 上，我们决定直上三星的970 Pro 1TB。虽然最近 SSD 大幅降价，但能上到大容量的 M.2 PCIe SSD， 爽感还是无可比拟的啊。如果预算比较少的人呢，我觉得买 QLC SATA SSD 也 OK， 毕竟一来一回就差好几千块钱。但如果预算够的话，我想神送970 EVO 或是970 Pro 在效能上还是令人比较愉悦的。而除了 SSD 之外，这一次的硬碟容量也是大到一个不行啊！我们直接上了2颗，注意了，14TB 的 Seagate Barracuda Pro 新缩于 3.5 寸硬碟。其实一般人使用硬碟，我觉得单颗1到2TB 就很够用了。而这一次之所以会选择上到2颗 14TB， 主要是因为我平常拍摄的影片都是 1080p 60帧的格式，某些场景甚至还会上到 4K， 所以一次出国的 Vlog 档案呢，动辄就是150GB 啊，长久下来累积的毛片档案非常的大。而作为影像创作者，其实都很舍不得删毛片，硬碟容量越大就可以越晚删除毛片。由于这一次 Seagate 大手笔的赞助了2颗 14T 的新缩语，所以我打算来做锐一镜射的磁碟阵列架构，也就是实际容量是 14TB， 但2颗硬碟随时在备份，即便其中一颗硬碟出事，另一颗硬碟的资料也都还在。顺带一提，台湾目前最多只能买到 12TB 的新缩语啊，如果跟我一样想要硬碟越大越好的人，可以考虑一下同厂牌的纳斯朗。这次的水冷系统从 CPU、显示卡、水冷硬管与转接头都采用了跟去年一样 Beats Power 的产品啊。与去年不同的呢，是今年我们多加了一个水温显示器，可以随时的从侧面来看到水路的温度，既实用又疗愈啊。而随着小叶老师的组装，我们的水冷电脑外观越来越完整了。来看一下是装在什么样子的机壳上。这一次我们是以酷妈新上市的 SL600M 机壳为底来进行改装。这一卡机壳原版是非常的朴素高雅，上盖跟前面板采单色的喷砂铝材包覆。为了走低调路线，甚至连酷妈的 logo 都只有形状而没有字母，是很现代的设计。而这次除了机壳外，电工跟风扇也都是酷妈赞助的，电工为金牌全模组的 V750， 而在风扇上，小叶老师决定一口气上到9颗 RGB 风扇啊，要是亮度全开，这个光害等级也是不小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加水了哈，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特规定制的水道板，我很任性的跟他要求刻了一个 J 在上面。大家不觉得现在加水很疗愈吗？很像在弄什么水族缸哦。小老师，这个是叫水道板，但是就是原本我们去年那台水箱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它如果厚一点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当水箱的功能了。那有一些纯粹就只是当替代管路的方式去走而已。因为有一些可能地方是管子不好看的时候啊，它可以水道板坐在别的地方，然后它算是隐藏管的样子。对啊，疗愈耶。就是看加水，然后看它被抽走，这要加好几次，要加到它气泡排完为止。好啊，这次我们特地的就是用那个9面秀的视觉设计啊，刚好 match 今年我们上半年的那个节目重点。跟大家讲哦，原本酷妈这一卡机壳它给的是玻璃，就熏黑的侧玻。熏黑的侧玻。对，我是想说要高调一点啊，所以就改成透明的亚克力板，然后加了很多客制化的东西。各位，我们煮了快3个小时，快3个小时，辛苦你了啦！不会啦。我们现在要点灯，然后会不会亮？不会啊。那我点了。好，按咯。哇，很炫炮哎！哇，彩色的 J 哎，跟我的人生一样哎。这次有加一个温度计，很有安全感哎。对，那个是水温的温度。如果通常超过40的话，应该就是很热。那小叶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我们这次这个机壳这个水冷架构，既然我们用 Intel 平台，应该用一个蓝色配系的，因为我觉得电竞红黑有一点看到有点腻，所以这次想说走一个蓝白。然后我觉得酷妈这个新的机壳很搭这个配色，那所以我们这次就改成用金属管的方式来做。那白色的接头。蓝色的铜管，那这个铜管它是经过那个电镀去上色的。再来就是说，让它更看得到里面。那于是我们就干脆就直接做个水道板的方式，然后替代掉它外面玻璃。
那我们现在只要拆左边那一块就可以了。那右边水道板其实上面还有马达，那又接着里面的水路。对。那我们也没办法拆。我觉得左边的这个侧波拆开来，还有点半裸的时候，其实很漂亮。对，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进灰尘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刚好我有养猫啦，所以平常应该都还是要盖起来。对，不然猫真的会想要跑进去。哦，那个很温暖。各位新电脑啊，3、2、1，Go！ 哇，很酷嘛！哇！确定系统正常运行后，我们简单测试一下效能。首先是 CPU， 我们在 BIOS 里打开 XMP1 功能啊，其他都维持 Auto 自动。Cinebench R15的跑分直接来到了2117分，非常的漂亮啊！这个分数呢，大约是比 i7-8700K 多50%，比 i7-770K 多了100%。而在显示卡的跑分上 ，3D Mark TiSpy 为13661分，这个分数在线上榜单大约超越了98%的电脑。哎呀，这一次的水冷电脑还没有办法到达传说中顶尖的前1%。还是稍微有些遗憾哦。这一次测试的萤幕使用的是三星的 LC32JG50 曲面萤幕，这个萤幕可以说是这一次的水冷系统里面价格最平易近人的哦。解析度是 2K， 萤幕更新率为144赫兹。顺带一提啊，目前市面上 1080P 跟 2K 解析度的高更新率萤幕价格都已经很便宜了哦。如果要主电玩用的主机呢，建议萤幕都可以上到120赫兹以上，多花一点钱，爽感是增加不少啊。在游戏测试上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跑了2款哦。首先是支援光影追踪的《战地风云5》，在开启DX12根光追的前提下呢，画质全开 1080P 下的帧数在每秒80到100张，而如果把光线追踪关掉，则可以稳定的保持在120张以上啊，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跑满144张，非常的流畅。不得不称赞一下这一代《战地风云5》的画面真的是超漂亮的，追求张数的人其实不开光追就很棒了，而开了光追呢，则是在水面反射跟爆炸反射的画面更加的逼真。但我必须说哈，如果要在《战地风云5》中追求 4K 解析度、60帧的光线追踪，我认为一张 RTX 2080 Ti 应该是喂不饱的啊。除了《战地风云》外，这一次我们试跑了一下刚上市的《恶灵古堡2》重制版，一样是 1080P 画质全开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一次的《恶灵古堡》画质全开比《战地风云》还更吃效能啊，竟然最高只有100帧左右，某些特写甚至会掉到40几帧啊。不知道未来驱动优化后呢，会不会改善？好，各位，以上就是这一次我本人2019年服役的主要主机哦。那前面有算过给大家看了，基本上如果这台这个规格不做水冷的话，保守估应该是要到16万。对，16万左右。因为包括 CPU 加上 GPU 就很贵，然后应该会超过16万了。因为不做水冷，你势必要塔扇或是一体式水冷。对，所以还是要再加一笔散热钱。加上水冷的话，我刚刚是有稍微偷偷问小叶老师啊，加上水冷这样子行情报价，应该全部加会超过20万。会，因为我们客制化太多东西。对，因为其实水冷的部分价格，如果使用 BizPower 的水冷的话，已经有一个金额在了。然后你再加上客制化，你要去更改机壳啊什么的，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费用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客制化真的有它的价值在，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知道是专属自己的电脑，所以看的心情真的很好。再次谢谢我们的小叶老师，谢谢。20万这个是你的最高纪录吗？是不是？还不是，不是你们？不是，所以。最高的大概快40，哇，40？对啊，我可以想象啊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SSD 还没跌价嘛，你只要 SSD 买很大颗就会超贵。它里面装了3颗1T。然后我最后跟大家讲哦，这次非常感谢就是众多厂商赞助我这些硬体。可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如果我自己组电脑，可能不会选到那么高阶，可是我基本上自己组电脑也会选这些品牌，这品牌是我这些年来很信任的品牌。再次感谢他们了。然后最后，因为太多人问我们怎么组电脑，然后上次我们拍了一集，可是又发现不管怎么开菜单，总是会有人不满意，所以我决定呢，我这一集会挑一些按照不同的集距，我挑一些电虾版已经开过的菜单，然后大家可能下面推文都蛮认同的。我挑一些别人开的菜单，你们自己参考看看。然后有任何组电脑的意见或者是经验，也都欢迎我们就是友善的交流。最后再次谢谢我们的小叶老师，谢谢。有任何水冷问题，大家欢迎去他的粉丝页咨询哦。我们就明年见啦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